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本极具启发性的书籍《学会反思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作者姓名，一位在个人成长和自我提升领域有着卓越见解的专家。他通过深入的研究和丰富的经验，为我们揭示了反思这一看似简单却蕴含着巨大能量的行为，如何能够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轨迹。反思这个词我们并不陌生，但它真正的力量却常常被我们所忽视。就像牛顿在苹果树下思考苹果为什么会落地，从而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一样，反思能让我们从日常的琐碎中跳脱出来，去探寻更深层次的真理和意义。或许你会问，反思真的有这么神奇吗？它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呢？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，一起走进学会反思的世界。在当今快节奏的社会中，我们总是忙忙碌碌，被各种事物推着向前。我们很少有时间停下来，认真的审视自己的行为，思考自己的决策。然而，正是这种缺乏反思的状态，让我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不断的重复着同样的错误，陷入迷茫和困惑之中。而学会反思这本书，就像是一盏明灯，为我们照亮了前行的道路，指引我们走向更加明智、更加充实的人生。以反思的核心概念，自我认知的深度挖掘。反思，首先是对自我的深度认知，它不是简单的回顾过去的事情，而是深入挖掘我们内心深处的想法、感受和动机。在学会反思中，作者强调，反思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它要求我们不断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、信念和行为模式。例如，我们每天都会做出各种各样的决策，从选择穿什么衣服到决定一项重要的投资。这些决策看似平常，但背后却隐藏着我们的价值观和信念。通过反思，我们可以问自己，我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？是因为它符合我的价值观，还是仅仅出于一时的冲动？这样的问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人类有一种认知偏差，叫做自我服务偏差。我们往往会夸大自己的优点，而忽视自己的缺点。反思能够帮助我们克服这种偏差，让我们更加客观地看待自己。此外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也强调了潜意识的重要性。我们的许多行为和决策都受到潜意识的影响，而反思可以让我们触及到潜意识层面的内容，从而更全面地理解自己。我们可以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进行自我反思，比如在晚上睡觉前回顾一天的经历，思考自己当时的感受、想法和决策过程。可以通过写日记的方式将这些内容记录下来，同时也可以尝试与他人交流，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，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自己。好处，通过深入的自我认知，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自己的优势和劣势，从而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，克服自己的劣势。例如，一个认识到自己善于沟通的人，可以更加积极地参与团队合作，发挥自己的沟通优势；而一个认识到自己缺乏耐心的人，可以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耐心，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。书中提到了一位名叫小李的年轻人，他总是觉得自己在工作中很努力，但总是得不到领导的认可。通过反思，他意识到自己在工作中过于注重细节，而忽略了整体的目标和方向。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后，他开始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，更加注重工作的整体性和效率，最终得到了领导的认可。2. 反思的习惯，持续改进的动力源泉。反思不仅仅是一次性的行为，更是一种需要养成的习惯。只有将反思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才能真正发挥它的力量。在学会反思中，作者指出，反思的习惯可以帮助我们持续改进，不断地提升自己。就像运动员在训练过程中会不断地反思自己的动作和训练方法，以便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成绩一样，我们也应该在生活中养成反思的习惯，不断地审视自己的行为和决策，寻找改进的空间。从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习惯是一种通过不断重复而形成的条件反射。当我们养成了反思的习惯之后，它就会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，就像吃饭、睡觉一样自然。此外，心理学中的成长型思维模式也强调了持续改进的重要性。具有成长型思维模式的人相信自己的能力是可以发展的，他们乐于接受挑战，并从失败中吸取教训。反思的习惯可以帮助我们培养成长型思维模式，让我们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。我们可以设定一个固定的反思时间，比如每周一次或每月一次。在反思的过程中，我们可以回顾过去一段时间的经历，总结自己的收获和不足，同时也可以设定一些目标，制定改进计划，并定期检查自己的进展情况。好处，持续的反思可以让我们不断地发现自己的问题，并及时地进行调整和改进。例如，一个养成了反思习惯的学生，在每次考试之后，都会认真分析自己的错误，总结经验教训，从而在下次考试中取得更好的成绩。同样，
一个养成了反思习惯的职场人士，在工作中会更加注重细节，提高工作效率，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职业素养。书中讲述了一位名叫张姐的职场女性，她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遇到了瓶颈。通过反思，她意识到自己在沟通能力和领导力方面存在不足，于是她开始参加各种培训课程，阅读相关书籍，并积极地寻求他人的反馈和建议。在持续的反思和改进过程中，张姐逐渐提升了自己的能力，最终成功地晋升为部门经理。3. 反思的深度，挖掘问题的根源。反思不仅仅是表面的回顾，更需要深入挖掘问题的根源。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，我们往往只看到问题的表面现象，而忽略了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。而学会反思告诉我们，只有深入挖掘问题的根源，才能真正解决问题。例如，当我们遇到工作上的挫折时，我们可能会抱怨领导不公、同事不配合等，但如果只是停留在抱怨的层面，我们永远也无法解决问题。通过反思，我们可以深入思考，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问题？是我的工作方式有问题，还是我的人际关系处理不当？这样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找到问题的根源，从而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来解决问题。从系统思维的角度来看，任何问题都不是孤立存在的，它是一个系统的一部分。反思可以帮助我们从系统的角度来思考问题，分析问题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，从而找到问题的根源。此外，心理学的冰山理论也说明了问题的根源往往隐藏在表面现象之下。就像冰山一样，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，而更大的部分则隐藏在水面之下。反思可以让我们深入到水面之下，去探寻问题的真正根源。当遇到问题时，我们可以采用无歪分析法，即连续追问5个为什么，以深入挖掘问题的根源。例如，如果你的汽车坏了，你可以问自己为什么汽车会坏？答：因为发动机坏了。问：为什么发动机会坏？答：因为机油不足。问：为什么机油会不足？答：因为我没有及时添加机油。问：为什么我没有及时添加机油？答：因为我忘记了。通过这样的分析，你可以找到问题的根源，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解决问题。好处：深入的挖掘问题的根源，可以让我们更加准确地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，避免盲目地采取行动。例如，如果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工作方式有问题，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学习新的工作方法，提高自己的技能等方式来解决问题。如果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人际关系处理不当，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学习沟通技巧，改善自己的人际关系等方式来解决问题。书中提到了一位名叫小王的学生，他总是觉得自己在学习上很努力，但成绩却总是不理想。通过反思，他深入挖掘问题的根源，发现自己在学习方法上存在问题。他总是采用死记硬背的方式，而忽略了理解和应用。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后，他开始尝试新的学习方法，注重理解和应用，最终成绩得到了显著提高。4. 反思的广度，拓展思维的边界。反思不仅需要深度，还需要广度。在反思的过程中，我们需要拓展思维的边界，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问题。在学会反思中，作者鼓励我们跳出自己的思维框架，去尝试新的思维方式和方法。例如，在面对一个难题时，我们通常会采用自己熟悉的思维方式来解决它。但如果这种方法不奏效，我们就可以尝试从其他角度来思考问题。比如，我们可以借鉴他人的经验，或者采用一些创新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思维定式会限制我们的思维，使我们难以接受新的观点和方法。反思可以帮助我们打破思维定式，让我们更加开放地接受新的思维方式和方法。此外，心理学的多元智能理论也说明了人类具有多种智能，包括语言智能、数学逻辑智能、空间智能、音乐智能、身体运动智能、人际智能和自我认知智能等。反思可以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智能优势，并尝试运用不同的智能来解决问题。我们可以尝试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问题，比如从不同的文化背景、专业领域或个人经历等角度。例如，如果你是一名市场营销人员，你可以尝试从心理学、社会学或艺术等角度来思考市场营销问题。同时，我们也可以尝试运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方法，比如逆向思维、侧向思维、类比思维等。好处：拓展思维的边界可以让我们更加全面地看待问题，找到更加创新的解决方案。例如，在商业领域，许多成功的创新都是来自于对传统思维的突破。比如，苹果公司的 iPhone 手机，它打破了传统手机的思维模式，采用了全新的设计理念和用户界面，最终成为了全球最受欢迎的智能手机之一。书中讲述了一位名叫小张的创业者，他在创业过程中遇到了资金短缺的问题。通过反思，他拓展了思维的边界，尝试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解决方案。最终，他想到了一个创新的商业模式，通过与供应商合作，以较低的成本获取产品，并采用直销的方式进行销售，从而成功地解决了资金问题。5.
反思的实践，行动与反思的完美结合。反思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指导我们的行动。在学会反思中，作者强调了行动与反思的完美结合。只有将反思的结果转化为行动，才能真正实现自我提升。就像一位优秀的运动员，在比赛结束后，会认真反思自己的表现，并制定改进计划，然后在接下来的训练和比赛中加以实践。同样，我们在生活中也应该将反思与行动结合起来，不断地调整和改进自己的行为。从行动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行动是改变现状的关键。只有通过行动，我们才能将反思的结果转化为现实。反思可以为我们提供方向和动力，而行动则是实现目标的手段。此外，心理学的自我决定理论也强调了自主性的重要性。当我们能够将反思的结果转化为行动时，我们就会感受到一种自主性。这种自主性可以增强我们的自信心和成就感，从而激励我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到自我提升的过程中。在每次反思之后，我们可以制定一个行动计划，明确具体的行动步骤和时间安排。例如，如果你反思后发现自己在时间管理方面存在问题，那么你就可以制定一个时间管理计划，包括每天的任务清单、优先级划分、时间分配等。同时，我们也可以定期回顾自己的行动情况，总结经验教训，并及时地进行调整和改进。好处，将反思与行动结合起来，可以让我们更加有效地实现自我提升。例如，在学习方面，透过反思与行动，我们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，提高学习效率。在工作方面，通过反思与行动，我们可以提高工作效率，提升工作质量。在人际关系方面，通过反思与行动，我们可以改善自己的人际关系，增强人际交往能力。书中讲述了一位名叫小刘的职场新人，他在工作中总是感到力不从心。通过反思，他意识到自己在专业技能和沟通能力方面存在不足，于是他制定了行动计划，包括参加培训课程、阅读专业书籍、向同事请教等。在持续的反思与行动过程中，小刘逐渐提升了自己的能力，最终成功地适应了职场生活。学会反思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，它让我们认识到反思的重要性，并教会我们如何进行有效的反思。通过反思，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，发现自己的问题，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。我们可以培养持续改进的习惯，不断地提升自己。我们可以拓展思维的边界，找到更加创新的解决方案。我们可以将反思与行动结合起来，更加有效地实现自我提升。那么，从现在开始，让我们行动起来，养成反思的习惯吧。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进行自我反思，回顾自己的一天，总结自己的收获和不足。遇到问题时，不要急于行动，先进行反思，深入挖掘问题的根源，尝试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问题，拓展思维的边界，将反思的结果转化为行动，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，并定期回顾和调整。记住，反思是一种力量，它能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加稳健，更加自信。让我们在反思中成长，在反思中进步，在反思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相信我，当你开始学会反思时，你的生活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你将会发现一个更加美好的自己。最后，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：反思是人生的必修课，只有学会反思，我们才能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断前行。希望这句话能够激励大家，积极地参与到反思的过程中，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谢谢大家。